国战何人，在何宫何府任职？洒家魏明，乃驸马府总管。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？洒家是来投案的。你自行前来投案，为的是哪一桩案件？洒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，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。洒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。如此说来，你是自称教唆杀人？是。既然你已自成罪状，就已是戴罪之身。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无论你是何官职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，你还不下跪听审？魏明，犯官在。你派韩琦杀害之人，本府业已将尸首决除。本府问你，那名文人装扮、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？回包大人，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。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。正是。你又因何要杀害他？回包大人，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，巧遇公主。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，谁知犯官却发现他早有妻小。为讨公主欢心，犯官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，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。于是，犯官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，并派韩琦杀他灭口，盗用他的身份。犯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。胡说！那状元公10年寒窗，铁砚磨穿，方得高中状元，光宗耀祖，又岂会听你摆布，冒名顶替？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而与你串通合谋。不，包大人，此事与驸马爷无关。当犯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，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。魏公公，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？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，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？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，更置公主于何地？状元公此言差矣，荣华富贵何人不为？只要招为驸马，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。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！哼，在下虽出身寒门，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。半生苦读，金榜题名，为的是光宗耀祖，择英妻儿。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，其糟糠于不顾，在下怎能从命？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，休怪世美不顾颜面，将魏公公逐出门外。状元公，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，已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状元公执意不肯，那洒家为求自保，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。
在下读圣贤书，甚至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，在下绝不妥协。状元公既不畏死，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？你说什么？状元公若不同意，洒家迫于无奈，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，连你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妻子、孩子，一家5口的性命，恐怕也难以幸免。你敢伤害他们？状元公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，他们自然毫发无伤。否则，犯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，状元公无奈之下，只得从命。那陈世美是否因你妖侠而冒名顶替，与你投案无关，本府暂不追究。那第2具尸首又是什么人？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。你又因何要杀他？回包大人，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。犯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，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，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犯官。就是他。公公，公公就是驸马府的总管吧？洒家便是。你是谁？找洒家有何事？小人是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。公公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找洒家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就明说吧。是，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。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，关洒家何事？和公公当然有关系。明天，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。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？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。认什么人？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？那又怎么样？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，全凭小人一句话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，小人身为地保，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。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洒家肯出50两，帮助陈家村的灾民，那你又如何回报洒家呢？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，小人就肯定会发现，跟他从未见过面。犯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，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，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。既然
那陈春已被你收买，坐下为证，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？那陈春贪得无厌，他还想索取500两。犯官担心他虚索无度，后患无穷，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。此事，驸马可曾知晓？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，不可能不识，自然是略知一二。否则，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？不过，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你倒是肯替他说话。犯官是实话实说。本府再来问你，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，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而且他母子3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，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？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？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，犯官早已收到密报。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，但永远是个威胁。犯官为了永除后患，派韩琦去追杀他们。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，那犯官就不得已而知了。难道这些事，驸马爷全不知情？这都是犯官个人所为，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。照你所说，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？包大人，犯官毫无此意，请包大人明察。那么本府倒要问你，这3条人命与诸多关节，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，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？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，又怎会如此？包大人断案如神，世人皆知。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，犯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，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，还不如自行投案，或许还能减轻其刑。以你自己所公认的罪行，只怕难逃一死。既然犯官难逃死罪，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？公主有孕在身，犯官怎么能忍心？包大人，犯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，望包大人依法处置，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。也罢，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？你自行投案，自称罪状，
本府皆已登录在案，而且由您当堂画押。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，自会并案再审。犯官说过，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。有关无关，本府自会审断，与你何干？退堂。大人，那魏明怎么会自动前来投案？他的供词究竟是真是假？真中有假，假中带真，整篇证词之中，真假夹杂，而其中共通的目的，就是尽量设法让陈世美摆脱涉案的嫌疑。他想帮陈世美脱罪，用意十分明显。大人，在他的供词之中，白云寺陈世美的出身以及调换学籍的过程，他都交代得十分清楚。原本大人要提出凭证，还得费些周章，如今他却主动供认，想必是另有目的。因为他心知本府已掌握了证据，迟早能够证实，主动供认，不过是为了强调他的供词可信度罢了。就算他把所有的罪都扛在身上，陈世美还是犯了冒名顶替欺君之罪。他魏明自动前来投案，也不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。展护卫所言正是关键之处。那魏明釜底抽薪之策，并不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，他又为何要牺牲自己前来投案？莫非他还做了其他的安排？陈世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请息怒。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哀家请皇上赐婚，请八王爷担任大媒，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，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、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。母后，他是被魏明逼的，如今事已至此，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。哀家为什么要救他？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，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。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，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，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。母后，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，是我的丈夫啊。像这样的丈夫，你还敢留在身边？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，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。母后，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，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，救救他。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。母后，孩子他是无辜的，您就可怜可怜他吧。你身怀有孕，不宜长跪，起来吧。是。谁让你起来了？母后，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，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。母后，您身为国母，怎么会救不了他？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，就如你刚才所说，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。即便是哀家出面，包拯
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。启禀太后，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。魏明？对了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，为何他没有来？魏明他要去开封府，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。绝不可能，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。不，启禀太后，他不是去疏通，他是去投案的。什么？魏公公竟然牺牲他自己，你！虽然这一切都是他魏明惹出来的，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。母后，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？哀家明白他的用意，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，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。皇家能怎么做？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，那么驸马纵然有错，也是被动的。倘若皇家不予追究，皇上又肯特赦于你，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。太后开恩！太后开恩！母后，这样的确可以救他。还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你要不计较此事，你能做得到吗？母后，女儿相信，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。可是为了这个孩子，我能做到。其次，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。母后，那必须您要出面。这件事，让哀家出面是可以，不过最难的部分，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。还有，不错，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，可他依然有儿有妻，依然是别人的夫婿。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，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。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。是，多谢母后。本府明白了。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？正是。学生愚钝，请大人示意。公孙先生，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，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？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，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。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，皇上
也的确开恩特赦了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。不错，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。换言之，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，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。大人是说，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？不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、舆论公平？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。太后一向疼爱公主，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，太后势必更加不忍。倘若太后出面求情，皇上生性至孝，恐难拒绝。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。这样一来，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？正是如此。大人，还有秦香莲母子。这么说，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。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，即使是皇上，也不能罔顾情理，置之不理呀。话虽如此，那已是家无私事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本府又岂能干涉？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，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。眼前还有一个办法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在太后插手、皇上下旨之前，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，速审速判，定验了结。可是泸州府孙大人，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，大人并无凭据，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。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？公孙先生，那位名前来投案的供词，就是本府的凭据。大人说的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那魏明绝对想不到，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。明日一早，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，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。是，学生遵命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公主，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。我说过，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。公主，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，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？回我的问话。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，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。她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能去求谁？
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，绝不是因为你，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？我知道错了。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？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，该怎样去弥补？我呢？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？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？公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。公主，你不要碰我！你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都不许再碰我。你也要给我记清楚，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，否则我也会让你身受异处。公孙先生留在府中，将一切准备妥当。本府回来之后，立即升堂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展护卫在，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。倘若驸马府的人护主阻拦呢？不可伤人，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。本府相信你办得到。属下明白该怎么做，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。王朝马汉，在，备将。是。启禀大人，泸州府孙大人到。好，来的正是时候，请他厅中说话。是。孙大人久候了。包大人，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，圆通禅师。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。有劳大和尚了，两位请坐。好。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。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，本府感激不尽。包大人召见，本府岂敢不来？孙大人言重了，若非事关重大，也不会劳动孙大人。正是因为关系重大，本府更是不能不来。全案始末，孙大人可以明了。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，圆通禅师也都明了。好，王朝。是。不错，这串佛珠是老衲赠与陈世美之物。
陈世美遭奸人杀害，本府深感遗憾。我佛慈悲，阿弥陀佛。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，届时还要请2位充当人证。静候包大人通知。有劳了，公孙先生。学生在。为2位安排住所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太后传旨，请大人立刻进宫。不出大人所料，太后果然插手此案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大人早已料到。不错，所以大人决定立刻前去逮捕那陈世美。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。难道太后插手，大人就办不了此案了？那倒不是，各种原因我自会向展护卫说明白。无论如何，等大人回府之后，事态必会明朗。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太后娘娘，1000岁，1000岁。包钦平身。谢娘娘。包钦，臣在。哀家宣你进宫，你可知道为了何事？回太后，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。不错，那就好。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。启禀太后，此案涉及3条人命，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。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？包钦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。你所谓的3条人命，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？与驸马又有何干呢？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，包钦，你也不必觉得意外。臣启太后，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，臣虽不得而知，但包拯却可确定，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1儿1女说了些什么，又受了些什么，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。包拯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不敢无理放肆。然而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，就该听听2造的说法，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。也罢，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。臣敢请太后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可以说了。臣遵旨。什么？如此说来，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。战护卫别急，至少到目前，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。太后宣大人进宫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？这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了。不，战护卫，千万别冲动。
一向嫉恶如仇，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。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。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。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，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，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。那也是被魏民所逼，他也是情非得已呀。太后，如此谎言，又岂能信？宝琴，也非是哀家肯信他，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，公主无夫呢？太后，那么春歌冬媚之妇，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？并非包拯苦苦相逼，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。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，已是天理不容，国法当诛。太后母仪天下，万民敬仰，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，遭天下非议？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？包拯，臣斗胆直言，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，包拯甘愿受罚。包拯，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，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？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，哀家却视她为亲生。身为人母，此刻又该如何呢？太后，你听哀家说，你一向执法守法，既然魏民已经担下了罪名，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，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罪名。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。抱歉，依法论法，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，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？太后说得不错，那3条命案，驸马或许可以脱罪。然而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。依法论法，包拯依然可以办他。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？缺少原告，你又如何查办？太后，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，又岂肯撤案不告？抱歉，这就与你无关了。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，让她撤回原状。还有，你通知秦香莲，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，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。臣遵旨。还有，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，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，否则，哀家必定判你抗旨之罪。太后要宣香莲入宫。不错，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。包大人，香莲可否不去？怎么，你不愿意见太后？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。不，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。太后的目的，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。你若是坚持不肯，去了又何妨？香莲，
太后宣诏不能不去，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。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然而，你若是真不愿去，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，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。不，包大人，我去。你确定？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。香莲千里寻夫，状告驸马，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。太后虽然身份尊贵，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陪你一同进宫。不，大人，让展昭陪他去吧。展护卫，太后并非一般人，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。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。属下是担心，入宫的途中，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。也好，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，在太后面前，不可出言不逊，更不可自作主张，横生枝节。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。此外，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，想必会将你禀出门外，你也不可拒绝。展昭遵命。去吧。香莲告退。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？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，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，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？大人顾虑的是，不过依学生观察，大人也似乎将介无法忍受之境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，何不拭目以待？是，学生明白。启禀驸马，包大人回开封府了。是，那名妇人却被太后带进宫里了。你说秦香莲？是。好，继续派人打探，开封府有任何动静，即刻向本宫回报。是。太后宣他进宫干什么？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怎么来了？展昭奉包大人之命，带秦香莲进宫。哦，秦香莲在哪里？在门外候宣。宣她进来。是。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，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？太后自有决断，展昭不便多言。展护卫回避也好，
免得左右为难。您父亲相连，叩见太后。你就是秦香莲？是。把头抬起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展护卫，你也回避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。是。现在已无他人，你站起来说话，不用跪着了。谢太后。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，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。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，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，自然是家中的长辈，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，听哀家把话讲清楚。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，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。果然是书香门第，言语不惜名利，却一语中的。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？太后母仪天下，不容民妇智慧。说得好，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，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，就让哀家多说几句，让你明白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你随本府办案多年，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？可曾见过本府因位于权贵而不敢办案？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，有屈难伸？没有。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，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。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，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，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，都是百姓的青天。大人说的是。那么，即使本府不再为官，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，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，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。大人，本府只是有感而发，公孙先生不必在意。皇上一旦下旨，驸马就会被特赦。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，包大人充其量判他个杖刑拘役。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，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，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，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？倘若民妇撤诉的话，又将如何？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，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。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。请太后恕民妇直言，
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？那你又想如何？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，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？不，太后，民妇不会让她回去。那你想要干什么？公道。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，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，还那2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，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。太后，民妇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、庞大的财富。住口！你一个乡村野妇，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？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，你竟然毫不领情。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，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，事态放肆之处，还请太后恕罪。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，若是换在别的环境，哀家甚至与你投缘。说这些无济于事。哀家的话已经讲完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。来人，奴婢在。请展护卫带他回去。是。去请皇上来，就说哀家有10万火急的事要见他。遵旨。太后可曾为难于你？没有。他和你谈些什么？可是要你撤销告诉。包大人，太后说，若皇上下旨特赦，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。他说的可是事实。不错，确实如此。香莲敢问包大人，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？恶法亦法，本府也无可奈何。既然如此，香莲明白了，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。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呀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，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？不错。那香莲又何必告他？不如撤销控诉的好。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？太后说，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。你同意了她的条件？没有。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。
既然这样，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？只是因为刑责太轻？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，原本已无计可施了，却有好心人言道：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诚，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。谁知道一波三折，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，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。直到今天，香莲方才知道，这人间何尝有青天啊！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，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。从此以后，香莲就是冤死，我也不再喊冤。且慢！秦香莲，你待怎讲？香莲就是冤死，也不再喊冤了。端回来！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？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？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，公理正义犹在，天理报应犹存。冤枉啊！胆护卫，属下在，立刻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，不得有误。是。